这老卦师皱了皱眉：“您难道就没听过海神大人？”李长寿摇了摇头：“啊，贫道只是初来此地罢了。”老人家莫要在我们海神面前说这种话。老卦师轻喝一声，板着脸大声道：“我们海神之名天下皆知，老人家当着海神神像的面还望您谨言慎行。前段时间就镇上的那个富户就是因为冒犯了海神，在这里说错了一句，结果第二天自家喝了一杯酒就醉死了，他刚娶的小娘子就成了寡妇啊。”哦，这海神竟然如此灵验？那可是。练气性的老卦师得意地笑了几声，有香客也在旁边搭腔应和，连说：“哎，就是如此，就这样。”随后，这老卦师就顺着刚才的话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海神的故事。有10多个前来上香的凡人也在旁边聚了起来。老卦师说故事时，这些凡人就不断地开口应和，每个人都是煞有其事，就跟亲历过一般。李长寿耐着性子听着老卦师嘴里不断蹦出来的传说，心底不断地抽搐着。当前在南海附近，有关南海海神流传最广的几个故事，分别是海神大战鲤鱼精、海神6系小龙女、海神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海神带来了鱼群，信海神得大利。不管别人信不信，这里面哪怕一个拟声词，李长寿都决然不信，他绝对是什么都没干呐！与这个女鲤鱼精、小龙女，他压根儿就没见过呀。还有那个什么与海神有感未婚先孕的少女，哎呦我的个亲娘啊，能不能先仔细查一查前因后果呀？他可承受不起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这老人家讲了半天，也有些口干舌燥，见李长寿一直不说话，也就轻哼了一声：“咱说的这些您可听明白了？”听是听得了，明白倒是有些不明白。李长寿露出少许微笑，此时这慈眉善目的模样还算是有几分亲和力。李长寿语重心长：“聚拢香火也是修行之法，我观此地似乎并未有什么神迹。这位道友，你所说之事是否也有夸大其词之嫌呢？”老卦师顿时一瞪眼儿，高声喊道：“夸大？嘿，我说老人家您是从哪儿来啊？来此地干什么？我们这里可是海神教，我们海神教的神使们那是一个个力大无穷。”李长寿心底念头急转，又道：“力大无穷，少许修行，这便可以做到了。你们说不得已经是被人给利用了。若南海海神真的如此灵验，贫道就在此站着，让他显灵就是。”周遭的凡人顿时有一副要打人的架势，老卦师也是满脸的痛心疾首：“你根本不懂我们海神。罢了，你快走吧。现在海神对你还算宽宏大量，说不得稍后就要对你略施惩戒。”李长寿还要说话，这老人已经是向前赶人，口中也带着几分惶急。两个人一退一进，周围的凡人也是向前撵他。李长寿趁乱在院门角落留了少许蛛丝，这才被这老道和香客们给轰了出来。站在院门前，李长寿的心底有些哭笑不得，被自家信众轰出了供奉自己神像的庙宇，这倒也算是一件奇事。李长寿故意叹了口气，指道人化作的老神仙，随手甩了甩拂尘，便沿着大路走向了南侧。
本来他留下重瞳蛛丝，其实也只是想更好地了解海神教，想兵不刃血搞垮海神教，自己必须要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奉他这个从未显灵过的海神，找到那几个关键点，逐一推翻。但是李长寿放在那儿的蛛丝，在夜深人静时却给他带来了小小的意外收获。夜半时分，那个老挂师从厢房中溜了出来，取出了一张纸符，将纸符点燃，在院中静静等待。不多时，月色下，一只乌鸦落在院内，朝着四周查看一阵，化作了一道人影。那老挂师一直低头，也不敢多看，颤声言说自己白日里遇到的那老神仙之事。对于老挂师夜深人静私会乌鸦妖之事，李长寿只是稍感意外，并未太过惊讶。毕竟他上辈子就明白，这世上第二复杂的东西就是人心。说这个深夜现身的人影是乌鸦妖，其实并不严谨。此时李长寿只是用重瞳蛛丝注视着此地，一缕仙识远远的观察。除却能知道这个东西是真仙境初期的修为，也无法直接判断出对方是否为妖修。也有可能刚才的乌鸦只是障眼法化形术。听那老挂师低头禀告了一阵，这道身影很快就点点头，将2块金饼1张纸符扔到地上，随后便再次化作乌鸦，无声无息地飞离此地，转眼没了踪影。李长寿思索少许，出于稳妥考虑，并未向前追踪。又过了半个时辰，李长寿自100里之外的林中施展土遁，悄悄地到了这一处庙宇的地下。这件事儿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震惊！夜深人静，某海神偷偷遁入自己的庙宇，将黑手伸向了老庙祝。这莫名还有些小刺激哈。因不得不考虑，刚才是对方给自己演上一场戏，故意勾引自己。所以李长寿此时的行动非常的小心，他并未直接现身，只是在地下用指甲盖勾了一丝丝的软仙散，将这抱着金品熟睡的老挂师彻底迷晕了过去。随后李长寿取出一根发丝般的细绳法器，这细绳自行延展，悄悄地钻出地面，缠绕在了这老挂师的额头。搜魂小术，弥罗起梦诀，此法可令被施法者陷入梦境之中，在梦中主动展露出自己的记忆。缺点就是只能对修为较低之人施展，故称之为小术。片刻之后，李长寿读完了这个老挂师的坎坷一生，施展土遁悄悄溜走，未在此地过多停留。顺便临走时还不忘散出一丝醒酒药，用以中和软仙散的药力，让这个老挂师明日正常醒来。悄悄的，他一个来回没有留下半点痕迹。随后李长寿寻了一片荒山老林，让指道人在地下停下活动，开始整理自己从老挂师那里得来的诸多情报。这个老挂师明面身份是海神教的庙祝，实际上还是鸦神教、男女教、老神教、大凶教等附近3000里内足足7个教派的眼线。对于这种二五仔，李长寿这位海神心底是十分的感动啊！如果这样的人才能够再多一些，他还用辛辛苦苦跑到这儿去亲手搞垮自己的教派？刚才的那只乌鸦就是鸦神教的神使，对方让老挂师监察此地出现的奇人异事。此前李长寿所感应到的教派冲突，便是鸦神教与海神教争香火抢地盘，鸦神教一方先发起了攻势。李长寿不得不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整个海神教的核心其实就是熊寨的寨民。那个寨子已经全员神使，几百个强壮的寨民东奔西走，他们用大海表达海神的胸怀，用肌肉宣扬海神的教义，用拳头展示海神的强大。李长寿不曾管过此地，甚至连托梦感应指引这种事情都没有做过半次。那熊寨的这群铁憨憨到底是仰仗的什么在跟这些拥有着真仙境神使的教派对抗呢？李长寿对此事颇为费解，甚至不得不怀疑有人想要把海神教养肥了再宰。关于海神教内部的讯息，老挂师倒是知道的不少。虽然老挂师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庙祝，并且有7份兼职，但他依然有一颗向上爬，正式成为神使的野心。对此，李长寿甚至还想显灵一次，主动提拔这个老挂师，将他放在一个更容易搞垮海神教的位置。不说玩笑话了，李长寿来此是为了让海神教自然崩塌，摆脱这个因果，清扫掉这个隐患。这个过程不能引发凡俗之中的教派大战，不能够惹来业障，也要避免起到反效果，让海神教进一步壮大。来此地之前，李长寿已经考虑了好几套方案，其中最简单最有效的一条就是想办法让南海海神失去神环，让这些凡人教众觉得自己信错了神，釜底抽薪。李长寿此时也已经得知，就在3日之后，在海边上的安水城会有一场规模巨大的海神庆典。老挂师因为是此地的庙祝，而且离着较远，这一次并不能前去。但是根据老挂师得到的消息，海神教很多的重要人物以及数以万计的教众会聚集在安水城举行盛大的海神祭仪式。这是十分不错的机会，到时候只要李长寿的指导人现身，将那里的神像轰碎，当面击败那些海神教的重要人物，就能够直接证明海神并不存在。随后只需要多做几次类似的事，海神教自然而然的就会分崩离析了。计划的步骤虽然简单，要对付的也没有什么高手，但是李长寿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之心，务必仔细打探，细细谋划，详加布置，考虑周全，争取不动则已，一动弄垮海神。李长寿当夜就开始行动了。他先在海神教势力范围内迅速地转了一圈，用仙识查看各处的海神教庙宇。在海神大典开始前2天，李长寿抵达安水城附近，详细调查了此地的神使，并且暗中试探了熊寨的寨民。李长寿已经能够确定，他的这些神使最多也就是有个1800力气的普通人，少有几个人有修为在身，但不过也都是炼气境化神境这种。接下来李长寿不断地为自己的计划查漏补缺。为了防止海神大典被鸦神教扰乱，他将2只天字指导人藏在安水城之外，随时准备出手阻击。鸦神教若是前来捣乱，必然会引发教派争斗，或许会有流血惨案，这样呢会给自己这个海神再增加业障，不得不防啊。随后李长寿又暗中调查可能跟海神教有关的炼气室，最后也只是打探到了海神教一位大神使的女儿去了北面的仙人界，拜了仙人为师，应当就是某个熊寨的小姑娘拜入了中神州的仙门。李长寿的心底不由得浮现出了名为熊灵丽的少女那铁塔般的身影，但是时间有些仓促，也来不及去确认。只是刚拜入仙门没几年的弟子也做不了什么事吧。虽然必须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但也不必为此过度紧张。
2天的时间之内，李长寿不断地抓细节、抠漏洞，力求计划完美无缺。他将自己能够考虑到的情况都做了防范和布置。这次应该稳了。哎呀，这种话也不能够轻易说。此事不能大意，也不能排除任何荒谬的可能性。海神大典前夜，安水城，李长寿的指导人躲在自己租住的小院中，不断地陷入思索。大典开幕是在清晨，庆祝活动将会持续1日1夜。安水城也因为涌入了太多的海神教教众，此时十分的拥挤，街巷格外的热闹。李长寿在方圆1000里之内一直没能够发现什么危险，高度警惕中过了半夜，不知不觉已是清晨，旭日东升。锣鼓的喧嚣声中，满城都是鼎沸的人声，各处挂起了彩色的布匹。一尊2丈高的海神像被8位强壮的熊寨神使从此地庙宇中搬出，开始游街示众。说不清多少教众簇拥在神像周遭，沿途的男女老少争相上香叩拜。李长寿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香火功德猛然涨了一小截。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大罗金仙，这一份功德我也就笑纳了。可惜呀。暗中叹了一口气，李长寿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之处。比起功德，小命才是根本。现在还是庆典前的游街环节，待神像在城外落稳，众教们齐齐汇聚，那才是他最合适的出手时机。继续监察各处，哪怕是要对付凡人，李长寿丝毫也没有放松。与此同时，李长寿的指导人仙石查探不到之地